各位请看。你真的太情绪化，太多负能量了。咱们俩在一起，我感觉你才是女生，每天都需要变着花样的哄。在一起这3年，我几乎没有轻松的时候，每天都想着打工挣钱，我的压力还不是你带来的吗？我从来没有要求过你什么，反而是你太玻璃心，总是怀疑别人，总要把人想坏了。跟你在一起，我真的很没有安全感。我付出了那么多，你都看不到，你只能看到我的不好，你根本不理解我，也不重视我们的感情，我也不知道咱俩该怎么走下去了。让我们有请这对情侣，有请。男嘉宾小毛，22岁，来自山东学生；女嘉宾小蔡，22岁，来自山东学生。欢迎两位，欢迎，欢迎两位啊！同班同学是吧？啊，对，谈了3年是吧？对，谁追的谁？我。为什么来？怎么了？他总是特别的情绪化，他总是有特别多的负面情绪，只要一不高兴了，他就突然把脸垮下来了。你能不能别说的那么夸张啊？不是我为什么不开心，你自己心里没有数吗？你每次都不告诉我原因，都让我自己猜。咱今天不猜了，你说出来。我们在一起已经3年了，大部分的生活费都是我课余时间去挣，房租我们从来都是我七他三啊，包括水电煤气啊、网费什么的，全都是我一个人付的。哎呀，难怪你看这么年轻背都驼了，好累啊你。我最难受的不是因为他花钱，我难受的是他不够在乎我的感受。我感觉我在这段关系里面我不平衡。哦，你不平衡在哪儿？你说说不平衡。他给他最好的朋友买生日礼物，他一次性就能给他买一个800块钱的那种包包。大老爷们儿，你总是那么计较干嘛呀？那是我闺蜜，那是我最好的朋友，她过生日我给她买一个包，我怎么了？你给她能随便花800块钱？你给我们家买过一个土豆吗？她1年就过1次生日，而且我给她买礼物花的是我自己的钱吧？买礼物花的是你自己的钱，可是你平常生活的时候是不是都是花我挣来的钱？听你的意思，我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啊，小伙子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因为你们两个在一起，经济负担比较重，女生不太懂得分担，不心疼你。我怎么有不在乎你？你每一次不开心的时候，我是不是都在想方设法的哄你？而且当初你追我的时候，咱们两个刚在一起的时候，是你跟我说的，你说我家庭条件不好，让我不用担心，你可以负担我们的生活费。当初是你让我不用担心的，可是你现在又在怪我，而且我从来没有跟你要过什么东西，就连我过生日，我都会跟你说，你就买一点便宜的有用的东西，我知道你的心意就可以了。你知道我每一次回宿舍的时候，我的舍友全都在谈论一些他们想买什么口红啊、衣服呀什么，但是我就只能在旁边笑笑看着他们，因为我不想给你太大的压力，所以我从来没有跟你要过这些。但是你怎么就不能理解我呢？所以说你买这些东西的时候，我都没有拦你啊。得了，那你就别抱怨了，咱就把这个翻篇好不好？还有吗？主持人，我还有个事儿，就是有一次他出去做兼职，挣了2000块钱，那是他挣的最多的一次。我心里就有一点小期许，我就觉着会不会给我买点什么。他首先第一件事情，他是拿了一部分钱给他妈妈买了个礼物，我这个理解。再就是他又拿剩下的一部分钱给他自己买了一个面膜，我也可以理解。唯一就是最后他给我买了一件衣服，还是我心里不平衡，然后我再三旁敲侧击的问他要来的。那是因为他跟我说，他跟他妈妈说好了，他放假回家之后，他妈妈会给他买一套衣服。我当时就是这样想的，他妈妈给他买的衣服肯定都是那种商场里的好牌子呀什么的。那既然这样的话，我就不用花个200-300块钱那种给你买的衣服还不好。你根本就没听明我意思，我根本不是因为衣服好不好我才生气，我是因为你如果真的觉得我重要的话，会想到我应该给你买这个事儿了，你早就给我买了，结果你没有。这么一个过程，我就可以感觉到你根本就不是那么在乎我。可是后来你又跟我说你不想让你妈妈给你买了，之后我是不是就马上给你买了？你说都有理，行吗？你永远都有理，我永远吵不过你，他永远这样。对，你对了。你们俩都挺情绪化的，
特别是男生啊，你男朋友好像心里特别细腻，是吧？对，他有时候就不只是细腻，他有时候甚至就有可能就已经有一些幼稚了，因为他天天让我来评价他，他天天问我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？我说他的优点，说他好，他会觉得我在哄他。然后呢，我客观的指出了他的缺点呢，让他去改正，他又会非常的生气，他又会觉得面子上过不去。哦，原来在女朋友眼里我一无是处。他每一次提这个问题，我真的特别难。我根本就不是因为那个答案我才难受，我是觉着你面对我提出的问题那个态度，我就是想得到你的尊重。你要的根本就不是尊重，你需要的是我说出令你满意的话，而不是一个客观的答案。我平时压力很大，我心里很难受。不是你有什么压力？你跟我说。就是因为。我除了挣钱之外，就是因为我们俩感情的问题，永远都是一个死循环，一直吵，永远没有。我看你挺享受这个死循环的，你特别在意他是怎么想你的，对吧？对，你特别在意你在他心目当中的位置，对吧？对。啊，所以他对于你来说是不是很重要？是啊。是那么重要，你还絮絮叨叨的什么呢？爱情的话，应该是2个人付出吧。我再觉得他重要，他这些毛病压得我喘不过气，我就觉得很难受。你难受的时候一般你会干嘛？只会做到我的爱好，打球。我还喜欢看电影啊。上次他说他要给我减压，看电影，对吧？结果你说巧不巧，到了那个电影院门口之后，就碰上他那2个最好的女闺蜜了。女闺蜜哇就围上来了，叽叽喳喳叽叽喳喳，就说要去看那个言情电影。我是最讨厌看言情电影的了，然后。也不会一句都没有问我，就说啊，我们去看言情电影吧。然后3个人就把我直接架走了，我也没有办法，我只能忍着。咱们学校只有那么1间电影院，而且恰好是周末，我又不是他们肚子里的蛔虫，我怎么知道他们恰好来呢？你就因为恰好碰见了他们，然后恰好去看了这个电影，你就把所有的火气都迁怒于我，我还觉得我自己很无辜呢。你说你看完言情再看，你爱看那不就得了吗？对啊，这个小矫情，我真听不下去了。我觉得大男人的这个不是怎么回事啊？我不是对您有意见，我是对你有意见，我确实对你有意见，你对我没意见，我对你有意见。我觉得一个男人嘛，你青春，我觉得我22岁，你怎么这么我觉得絮絮叨叨一场破电影，你说？我觉得人的这种性格跟年龄跟性别没有关系。是，男生应该在某些方面应该让着女生，但是为什么身为一个男的，他就活该应该每一处都让着一个女生吗？有时候女生也应该让着男生吧？让你想怎么让你？就像刚才那个看电影，你如果真的理解我的感受，那你就拒绝你2个朋友好了，我还不如你那2个闺蜜重要。通常我们在这个舞台上看到的，或者生活里面看到做这样比较的，一般都是女性，而不是男性。你在那儿较什么劲呢？我就觉得他的选择才是最重要的，我就是这个意思。不是，他最后没那么。你有你自己的选择呀，你可以做自己的选择呀，你不能说他做了一个选择，你跟随了他之后，然后你来抱怨啊，这不找后账吗，兄弟？他有的时候就是容易这样，特别的想不开。就比如说上一次我去超市买一瓶洗发水，那个洗发水正好有活动，是买1送1的，我就把这瓶洗发水送给他了。结果呢，他就会觉得我是故意拿一个赠品来坑他的。那你就告诉我说，这个洗发水是你买洗发水的时候的赠品，你就不要说送给我，你就说，我们用这个能省钱就好了。哎，你这就是矫情了。送的那个洗发水是质量差的吗？不是啊，就是。那是不是一模一样的？哎，我觉得他真的影响力超大，就他那个埋怨的那个快的絮絮叨叨那个语速啊，所以这啥动作有点快对吧？没关系，我们接着听下来，我们对你都没意见。我问姑娘嘛，她宣泄内心的方式是什么？他最平常的时候，就基本上是一个人坐那儿，也不跟你说话，就是自己一个人这样垮着一条脸。他有时候就甚至于有一些疑神疑鬼了，就比如说，我们2个吵完架，冷战的时候，他有时候会把自己的杯子、牙刷什么的藏起来。我只是觉得人生气了肯定容易冲动嘛，然后冲动是魔鬼。上一次你吵架的时候，你还跟我说你要用我的牙刷去刷马桶，那都是气话，你也相信吗？你他妈不要这么小心眼儿啊！我是不是真的去害过你？冲动是魔鬼，他就觉得你万一冲动了，魔鬼就出来了，怎么办？我就觉得我们都已经在一起3年多了，你连这点最基本的信任你都不给我吗？这不是信任不信任的问题，我觉得这个就是人的一个本能。你冲动了会给他牙刷刷马桶吗？不会啊。那不就得了吗？他怎么就会干这事儿？你们俩谈了3年，你姑娘你是怎么过来的？你告诉我。
怎么说呢？因为他平时就是对我好的时候是真的对我挺好的，但是他就一泛起情绪来，我就真的是无法阻挡。更严重的时候，就比如说是我们两个曾经一起养了一只萨摩耶，他觉得这个狗的死因，他把什么责任全都推在我的身上，然后就是他那段时间就天天发好多次牢骚。那个，我们以前养这只萨摩耶的时候，说好了我们2个人一起养它，对不对？结果呢？结果是不是？你觉得它遛狗麻烦，你是不是觉得它脏，然后把它送给你妈养了？你说话要讲良心，我什么时候觉得它脏？我什么时候嫌遛狗麻烦了？明明是因为咱们2个人那个时候太忙了，根本没有办法更好的照顾好它，然后导致它得了关节炎啊。可这个是我的错嘛？你养了它3个月，可是我和我妈妈养了它13个月，你觉得就精力和金钱上面它死了？你觉得我们的伤心会比你少吗？可是你每一次说起这只狗，你只会说你更伤心，你更伤心。你有没有替我考虑过？我养它的时间比你更长，我是不是更要崩溃了？最让我生气的不是这一个，这件事对我伤害很大。就这么一件事之后，他竟然还能再养一只狗。一开始我是不同意的。他给我发那个狗狗的照片的时候，我看了一下。那个狗狗长得很像我们之前养过的那一只，可能我觉得我想弥补点什么，我就说同意了。结果他领回来的时候，那个狗长得完全不一样。当时我非常生气，但是我又没有办法，他已经领回来，我总不能就丢了吧，就养了。结果才不到1个周，小狗乱吃东西，然后就翻肠子又死了。他就故意刺激我，我跟你说。我什么叫故意刺激我？为什么当初养这只狗？那是因为我们因为第一只狗的死，你朝我发了太多的脾气，咱们2个之间的感情问题已经出现了很大的间隙了。我就在想，如果有一只一模一样的小狗，是不是可以弥补咱们2个的感情，就不会让我们再那么吵架了？可是我怎么知道？它还是那么的脆弱，而且我养它的时候，我征求过你的意见，你是同意的。你觉得我想让它死吗？这个狗说的好像比感情说的多了一些啊。当然，对狗的感情也是感情的一部分。2位先平静一下啊。就男生的性格是比较敏感的性格，对吧？女生的性格其实也敏感，但是在这段关系里面，我们会发现男生特别敏感的性格。给这段恋爱带来了许多的麻烦。有几个问题要问一下：经济压力那么大了，为什么还要去养狗呢？我们知道养狗是要有花费的，这不是感情用事吗？对，这不是不负责任吗？是，这不是你自己给你自己找的压力吗？经济条件不好，为什么还要租房子呢？学校是有宿舍的呀。是因为我们在考研，然后。考研学习的那个地方在市中心，而我们的学校在郊区，这样来回跑的话就是特别的麻烦，所以我们没有什么麻烦呀。经济达不到的时候，跑地铁上面也可以看书啊。可是主要是我们学校那边……那是你懒呀。那你抱怨谁呀？我想说的，男生你抱怨谁？有什么资格抱怨？就是我自己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，然后我就在那儿抱怨，我好可怜呀。你是生活，不要沉浸在自己的情绪里。不要先有一个规定情境，规定情境是我好可怜，我爱上了一个女生，我很伟大，我开始打工，我苦的腰都直不起来，可是这个女生一点都不理解我。你看她天天歌舞升平，她都跟朋友在一起花钱，她从来没给家里买过一个土豆，她一点都不惦记我的好，我过生日连什么都没给我买过。她挣了2000块钱，她给她妈买了衣服，给狗买了衣服，给朋友买了衣服，唯独什么都没有给我买。你演话剧呢，兄弟！你回到生活里面来，我可以肯定的说，就你们俩刚才关于狗的那一段，就是你想要的生活。你哭的时候，他陪你哭着闹；你乐的时候，他陪你一起乐，就对了。我并没有想哭着。就是这样。虽然你是有感而发的，我理解，但可这是你选择的路。所有的生活都是你选的，你自己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，你在那儿抱怨谁呢？你委屈什么呀？你委屈不就一个点吗？他不关心你，不关注你吗？大大方方的说，我希望得到你的关心和关注，你对我的关心和关注不够。你把话说开了有什么不行的？凭什么给女朋友买个800块钱的包啊？你有什么资格买800块钱的包啊？她在勤工俭学，你是自己的钱，为什么那800块钱的钱不去贴补啊？这事儿很简单嘛。特别看不惯男生这样，你知道吧？22岁就这样，算了，留给老师们吧。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
可能我的观念比较老套啊，我觉得一个男性顶天立地、凌云壮志、义薄云天、胸襟宽广，但是今天你在台上，我且不说你这形态，一直双手在前面弓着腰，指指点点，啰里啰嗦，絮絮叨叨，这和我想象中或者我认知的男性相去甚远。我觉得你们俩问题都很大，但是可能我更要说一下这个男生。我觉得你对狗的感情比对女朋友的感情深，你没有跟狗计较它有没有负担你的房租，你没有跟狗计较它吃了那么多东西突然离去了，你的情感怎么释放，你都是在埋怨女朋友。你觉得你是在恋爱吗？还是说你只是找一个人，用一种形式生活在这个世界？你有这么多埋怨，你觉得女朋友对你这么不好，而且你记得那么清楚，她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对你伤害那么大，你为什么还要在这个恋爱当中呢？或者我说一句更不好听的话，因为你的表现，因为你的状态，你是不是也找不到别的女朋友？所以即便不好，我也要拖着她。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情况，但是据我听来，你20来岁，你在大学期间没有一次你在舞台上是谈论到你的功课、你的学业、你的未来，你说的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。同样女生，你和这样一个在我看来完全不争气的男生在一起，你上大学的意义何在？你的人生意义何在？你哭，你为一条逝去的狗流泪，我没有觉得你对动物的感情有什么错误，但是我觉得你们都非常的荒唐和可笑。在这个年龄，我听不到你们任何关于自己人生美好的规划，全部在指责对方、指责感情，在说这些琐碎无聊的话题，我听不下去了。如果你们这样走下去，我觉得你们俩非常合适，在一起吧，别祸害别人了，谢谢。哎呀，周群老师，我第一次见你发脾气啊！天哪！而且这真是发脾气，是不是被逼疯了？第一次见群姐生气，真的听够了！你说他俩絮絮叨叨在说什么？小小心儿，小小心儿。莎娜老师，来。女生，我发现了一个很危险的信号。我们可以家境不好，我们靠自己的努力去改变我的生活现状。我是什么样的能力，我过什么样的生活。我挣1块钱，我花1块钱，我不能挣1块钱花100块钱。不是说一个爱你的人就不跟你计较钱，也不是一个不跟你计较钱的人就一定爱你。他刚才说到的那些点，有2点你其实是胡搅蛮缠的。看电影那件事儿，是他有一点小心眼儿，但是是不是跟他先约好了呀？放了人家鸽子，你也不能理直气壮吧？然后挣2000块钱外快，给所有人都想到了，没想到自己的男朋友，理由是因为你妈说好要给你买一套衣服，你就算挣了1块钱，你是不是应该给他花2毛钱啊？这是爱吧？所以把钱看得太重了，这点是我看到你非常危险的信号。我提醒你，在爱情当中，懂你比爱你更重要。但是你们2个人不具备这样的能力，所以你们2个人先不要谈恋爱了，性格都有问题，先修正自己。谢谢。谢谢莎娜老师。来，徐总，问你们俩同样一个问题哈，你觉得2个人为什么会相爱？就是很单纯不喜欢呗。我觉得相爱应该是他们2个人得相互理解、相互包容。对，说的都对。但是你们俩的爱情呢，在我看来哈，都是想在对方的世界里扮演一个拯救者。男生向来说，你是在生活当中如何的不计较他的经济方面，女生也一样。你还记得你怎么说他吗？突然的这种负面情绪，对不对？你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很弱、很柔软的地方，其实是不希望别人去触碰。如果你双方真是爱着对方的话，这一点我相信不会这么上来就说。给你们建议特别简单，如果真是恋爱的话，放下高高在上的那种角色感，生活就是一步一步过的日子，不是戏里面这有伏笔，那是暗扣，那还一个悬念等着我，不是没有。生活最重要的，2个人在一起过日子就是舒服、开心。
你过得太累了，太紧了。同样你也是，放松，然后互相了解，然后看看能否再走下去，好不好？就这样。好，谢谢曲总。来，严老师。爱情中吵吵闹闹其实挺正常的，有些吵闹是为了磨合，用一种相对激烈的方式吵着吵着就更了解彼此；有些吵闹是折磨，用一种最脆弱、无能的方式来宣泄自己的无能为力。我看来你们两个都是后者，脆弱、无能。男生，我们都说提倡健康的生活，这个健康包括身体的健康和心理的健康。抱歉地告诉你，你的心里真的没有那么健康阳光。你是为了找忧愁而忧愁，为了找痛苦而痛苦，给自己的生活加码加的太多，加戏加的太深，何苦呢？哪来那么多压力呀？很多大学生不都是这样的吗？没有挣什么钱，就过普普通通的生活。大学生还养狗，我都没精力养狗。生活本来是充满阳光的，如果我们经济条件不好，我们就努力学习，有多余的时间我们打打工补贴一下生活，未来有那么多美好等着我们去创造。你是不疯不成魔，不苦不能活，干嘛给自己加那么重的戏码呀？只有放松的人才能迸发出自己真实的能量，否则你就被这种阴霾和压力把你压得驼了背，喘不过气，你还能有什么出息？必须改进，必须改变，否则你的背20岁就驼了。等你到赵老师这么大年龄，你就彻底颓了。你看我们赵老师还能一站站10个小时。女生你的问题也很大哦。当然，你今天在场上的情绪失控，我能理解，它的影响是巨大的。但是我们不能让自己也跟着一起沉沦吧，这个是起码应该有的自制力。而且你身上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你花800块钱买一个包给同学，我们不需要用讨好的方式去交朋友，我们不需要用交换的方式去赢得情谊，这是错的。我就是我，我有我的闪光点，我也有我的缺点。欣赏我的人，我真心付出的人，自然会走到我的身边。我用讨好的方式能得到真心的回报吗？同样投射到你们的关系当中，好容易碰到一个男人，不需要我讨好哦，我不需要给他买衣服，他就当了我男朋友了。所以这就是爱情，姑娘，这不是爱情。正常的爱情是我们彼此欣赏，我们彼此成就。仅仅因为他不用讨好就跟他在一起吗？所以你要换一换与人交往的方式，无论是谈恋爱、交朋友，将来去社会上和同事相处，真心换真意，我们真正的光芒就会吸引到欣赏你的人在身边。好好生活吧。谢谢严老师。我说他的时候特别恍惚，就仿佛回到了我的大学校园。我们学校有一个小子也是他这个德行，也是一个男生，谈恋爱也谈的是这样，就自己特别入戏，给自己加很多东西，你知道吧？因为他不加那个，他觉得没有那个恋爱的感觉，他就觉得谈恋爱不哭不闹啊，不是谈恋爱，你知道吧？正常的谈恋爱不是恋爱。你男朋友有这个特质，你要真的感受生活呀！你现在别想象生活，我是觉得你们这场恋爱里面肯定有你们这场恋爱里面谈的比较好的，能够沟通的那一部分，也有谈的不好的、很痛苦的这一部分。其实今天这一部分我们已经看到了。今天这一部分最核心的东西来自于什么？你们不愿意直面生活。你踏踏实实跟姑娘说嘛，你说咱经济紧张，咱花钱小心着点儿，也不一定说你3我7，有能力挣就多挣点，没能力挣我挣一点，我挺累的，你能不能体谅一下我？这不是一句人话吗？我感受不到。他也不是说人格，他可能就会觉得那种状态很好。咱是生活兄弟啊，你就踏踏实实跟他说，他会理解，他会明白的。姑娘也是一样的，过日子啊，过得平实一些，质朴一些。我觉得不管怎么说，男人应该是有力量的。这种力量感来自于什么？你跟一个女人谈恋爱的时候，你能不能照顾她呀？照顾不等于迁就啊。最良好的照顾是既满足了我内心的需求，也让你觉得舒服，这是高级的。我一开始的时候我还乐，你知道吧？哎，这不是我那师弟吗？
听到最后我实在听不下去了，唧唧歪歪的，以后别这样了，好吗？谈恋爱好好谈，日子好好过，祝你们能够考上研究生，来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我确实自我反省，有很多做的不太好的地方，我应该像一个爷们儿一样，敞开胸怀，不应该有那么多的小心眼、小顾虑。我以后会注意。我希望我们能走下去吧。我就是觉得你有时候真的有太多的负面情绪，甚至于你的那些负面情绪，有时候也会让我自己变得非常的抑郁。我自认为是一个，其实我还是一个比较阳光的女孩子吧，可是就感觉这3年下来之后，我感觉我就好像是变了一个样子，就好像已经不是从前那个我了。所以说我也不知道。谢谢2位年轻人，请回吧，谢谢啊。来，请关门。他们会有做他们自己的选择。我想今天至少我们的老师们让他们明白了一个道理：生活不是戏剧，生活没有人设，恋爱没有模式，情感也没有一个标签。那答案是什么呢？答案就是用心的付出嘛，真心的感受嘛。来看看这对年轻人自己的选择是什么，请开门。我爱你，你爱我，我们在天长地久，这是我第一次，因为太期待自由。问一句，你别老自己想。你为什么哭啊？我就是觉得，咱们2个现在都还是学生，可能我们彼此都不是那么的成熟，但是我觉得我们一起成长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只要我们不要先那么早放弃。我刚才听了各位老师说的话了，我吸取各位老师说的话，我觉得我确实有错。可能我这个性格是我从小环境影响的，我一定会努力改正的，我一定会。来，我们一起见证这对年轻人的浪漫时刻，请见证。